你有没有想过，我们每天跟孩子讲的话，好像有80%都是快点去，不要这种命令句啊？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Ann 的亲子书房练习曲。今天我们就要一起来学一个很神奇的沟通魔法，把我们已经习惯到不行的命令，变成一种能够打开孩子合作开关的提问。你是不是也常常有这种感觉，觉得跟孩子讲话根本像在打一场永远不会赢的仗？每天早上那个画面简直是作战现场。快去刷牙啦，衣服换好了没？书包，你一句一句的催，但孩子呢，就好像装了慢速播放键一样，不是拖拖拉拉，就是灵魂不知道飘到哪里去了。然后到了晚上剧本完全一样，只是场景换成写作业，去写功课。结果呢，孩子不是突然口渴，就是要上厕所，反正就是不动如山。我们心里都会想，他是不是故意的啊？但后来我发现，原来问题可能不是出在孩子身上，很多时候不是孩子不想动，而是我们用的语言反而让他整个人都僵住了，动弹不得。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去拆解的关键。好，那到底为什么我们觉得最快最直接的命令反而常常会卡关呢？我们来看看。你看当我们用命令句的时候，孩子心里想的是什么？我又被控制了，我都不能自己决定。这种感觉会让他很自然的想要反抗。但你看右边换成问句，情况完全不一样了。他开始可以去判断、选择，甚至规划下一步。这就是在培养他发自内心的动力，而这个才是能跟着他一辈子的能力啊。所以我们一直在讲的这个提问式引导，它到底是什么？跟我们平常随口问有什么不一样吗？关键就在这里。我们的重点不是问孩子要不要做，因为该做的事本来就没有不要这个选项。我们要问的是什么时候做，还有要怎么做。等于是把这个责任温柔的交还给他，让他开始思考。这个对比超重要的，大家一定要记下来。你看左边这个，你可不可以去刷牙？听起来很客气，对不对？但其实你给了他一个说不要的机会。真正厉害的问法是右边这个，你打算什么时候去刷牙？你看焦点完全放在执行上面，而不是做不做。好，理论讲完了，我们来点实际的。接下来这几个场景，你一定觉得，这根本就是我家嘛。第一个，刷牙时间，我们通常都直接喊去刷牙，对吧？现在我们试试看，换个方式问，你准备什么时候刷牙呀？现在还是3分钟以后？你可能会觉得，不就晚3分钟，有差吗？差多了。当他说出3分钟后，他的大脑其实就已经在为自己做规划这件事了。这就是一个很棒的开始。再来，洗澡时间。与其每天上演追逐战，大喊去洗澡，不如温柔地问他，你想先休息一下，还是先洗澡？你觉得哪个比较好？你看这个小小的问题，就给了他一个机会去思考、去衡量，他就在练习做选择耶。这可是个超重要的能力耶。好，来到大魔王关卡了，写作业。我们不要再喊赶快去写了，那通常没什么用。我们试试看，给他一个启动的按钮，问他，你打算什么时候开始呢？要不要先写3题就好，还是从你最喜欢的那一科开始，帮他踏出第一步。 OK， 听起来好像很不错，但实际操作起来会不会很难？别担心，我帮大家整理了3个黄金心法，记住这3个原则就好。第一，我们是在问问题，不是在等答案，重点是传达一种信任感。第二，给他2个合理的选项，这样可以避免他天马行空乱回答，也可以避开不要这个答案。第三，也是最重要的，我们的目标是启动他的思考，而不是要求他马上服从。真正的成功是他开始自己管理自己了。我知道你现在心里一定有个 OS， 可是 Ann， 如果我家小孩回我不知道怎么办？或者更惨的是，他讲了又没做到，那不是白问了？别急，这超正常的。来，这几招学起来。如果他说不知道，你就说没关系，那我们一起想一下，可能有哪2种选择呢？如果他讲了没做，千万不要生气哦，这是一个学习的机会。你可以问他，你刚刚决定5分钟后去，那现在你觉得该怎么办比较好？
让他为自己的计划负责。但是这里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但书，就是在有危险的时候，像是过马路、靠近火源，拜托，请直接下命令。这个方法是培养自律，不是用在安全问题上。好啦，听了这么多，是不是很想马上试试看？我们来个本周家庭练习吧，很简单的，不用有压力。就5个小步骤：第一，先挑一个你家最常卡关的场景；第二，写下你平常会说的命令；第三，把它改成一个问句；第四，只要试1次就好，就这么1次；第五，安静地，不要带任何评论地观察一下孩子的反应。你可能会看到很不一样的风景哦。你会慢慢发现，孩子真的比我们想象的更懂事，更愿意合作。因为当一个孩子开始思考，他也同时正开始成为自己人生的主人。这不就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吗？所以下一次当你又想脱口而出快一点的时候，先停一下，深呼吸，试试看换个问句。如果今天的分享对你有帮助，也欢迎你订阅安亲子书房练习曲，我会在这里继续陪着大家一起温柔而坚定的练习。我们下次见喽。